男人身穿钢铁，在空中屹立不倒，等待着猎物的上钩。一群安保随即前来，只见他眯起小眼睛，旋转了下指尖，下一秒，武器竟全部被掰弯。为了彰显霸气，一辆汽车被他意念飞起，随着他五指捏成拳头，汽车很快就变成一堆破烂。众人一脸蒙圈。就在大家蒙圈之时，男人用意念把摄影机召唤在自己身前，对着电视媒体当场宣布：全印度我最帅。身后有飞机表示不服，男人只是轻轻一握，瞬间送飞机见了上帝。不知道你们觉得他帅吗？只见美女缓缓走上前，她第一个反对，众人四目相对，因为大家反感男人，也越来越多的人纷纷上前。看到这么多人表示不服，男人也真的笑了。令他最无法忍受的是，就连小学生都要扬言灭了他。随后，铁皮男一手抓住汽车，汽车开始扭曲成为废铁，变身成为尖刺冲向人们。美女闭上眼睛，谁能救她？可下一秒，美女竟然没事，尖刺全部停在了空中。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时，男孩笑了。铁皮侠意识到不对，一个男人却出现在身后，两人相对直直3天3夜。面对这种挑衅，男人怒了，可好汉从不流眼泪。随着铁皮侠发号施令，尖刺瞬间冲向他，男人只是一用力，全部都格挡了下来。原来男人也是个狠人，在这所城市，只有他能与铁皮侠抗衡。男人拥有神力，城市的安全更是由他守护，但他不允许任何东西比他快，哪怕是飞机也不行。眼看一架飞机千里加速，立马就引起他的注意，摆好架势，马上开始赛跑，准时在高楼上穿越，却因使劲过度，不慎脚空踩了个寂寞，眼看就要掉落，他竟踩着空气就干上来了，摆出蛤蟆功。可无论他怎么跑，飞机都始终比他快一点。看着远处的电视塔，果断趁机跑过去，抓着铁杆，使出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借力直接飞向万米高空，恰好抓住飞机。随后他站在前轮上，双手用力支撑起飞机，而这一记高举，正是他向世界宣布他已经征服了这架飞机。男人往椅子上一坐，瞬间就能打破玻璃。他正是铁皮侠，而铁皮侠的能力则能够用意念控制碎皮，强大的意念力直接令周围所有铁皮在他身上迅速组建一套战甲。两人之间的恩怨要从1天前说起。铁皮男尽管拥有超能力，可却只能坐在轮椅上，仇恨让他蒙蔽了双眼。他甚至想制造病毒毁灭人类。经过他的不断实验，甚至还打造出了一批变异战士。随后变异大军纷纷来到城市，传播毒液。通风管道、人流密集的地方以及人们的饮用水都是他们的目标对象。很快毒液就开始在城市散播，人人免疫力下降，纷纷中毒。从被感染到嗝屁只需短短不到5分钟。就当所有人都深陷毒液时，唯独男人一家没有被感染。正是因为他体内拥有超人基因，为了拯救人们，于是男人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功研发了抗体，并火速赶往城市，将抗体注入天空大气层里，人们也纷纷被解救。铁皮侠得知此事十分生气，两人很快就展开恩怨。他决定派手下灭掉男人，然后好一统天下。男人正在商场购物时，很快就嗅到危机，果断前去迎战。蜥蜴人使出长舌，男人一个大鹏展翅，成功避开一击，再配合蜻蜓点水，使出一记香港脚，将蜥蜴人踹飞了400-500米。蜥蜴人吸附墙壁，果断扔出暗器，男人一把将其接过，用力一发，好旋让他断子绝孙。见状打不过，蜥蜴人立马逃跑，男人猛然一跳，借力跟了上去，最终还是让他跑了。晚上，蜥蜴人又来了，想要将他缠绕，男人用力扯住，直直把他拽了起来。不过好在不是蜥蜴男一个人，又一人举起一旁的巨木，猛然朝他砸去。就当男人看向他时，没想到上面还有一人，男人果断扔了回去，木头被对方一击为2，接着拿起巨木缓缓走来。面对对方多人纠缠，男人很快就招架不住，好在他一个用力起跳，扛过木头的攻击，接着一个花式旋转，将对方踹上天。随后他用力拖拽绳子，把蜥蜴男甩上天，足足旋转了8万圈，最后甩进树林，猛然跳在树上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将他绑住。可令男人万万没想到，铁皮侠的手下却将他家人全部绑走了。男人火速前往救援，可变异人实在太多，利用高速将他缠绕。男人果断快速一掌，直接送他去了西北。可就在这时，铁皮侠却利用他的父亲，将超能基因给自己做了骨髓移植。两人真正面对面，男人愤怒极了，上去飞起就是一拳，可接下来又被铁皮侠轻松挡下。无论男人怎么攻击，铁皮侠依旧纹丝未伤，反手将他一掌困在墙面，用铁皮碎片困住了他，接着控制周围的铁碎，在强大的能量下，男人已经倒下，并彻底没了呼吸。父亲为了拯救他，利用科技召唤出奥特之光，把光线照入男人体内，希望将他复活。可由于伤害力太大，男人丝毫没有反应。为了复活儿子，父亲拼命在前承伤，最终男人复活。可父亲为了救他而化作碎片消失了。男人流下了眼泪，愤怒的他再次找到铁皮侠，将他按在空中数拳挥舞，然后腾起身子，猛然朝他砸去，从高楼直穿向下。
在一座楼又一座楼之间缠斗不下，直打了500多个回合后，最终2人摔在地面。这时掉落的墙体要砸向众人，男人立马回去救援。铁皮侠见状，马上将大楼推倒，准备砸向他们。男人用力支撑时，铁皮侠却趁机偷袭。此时下面却有个婴儿，男人牢牢用身体将婴儿护住，可他因此重伤。男人此时灵机一动，掏出复活自己的奥特神棒，利用四面八方的力量照入铁皮侠体内。在强大的光波下，铁皮侠化作碎片灰飞烟灭，城市也从此恢复了和平。喜欢视频请点赞，我是白昼，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